第1章神秘7号。1937年的上海流传着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号7号。有人说他是特高科的爪牙，有人说他是军统的杀手，更有人说他是共产党中央特科的利刃。7号更像个传说，没人见过其真容，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。新闸路的西石洋房前，戴墨镜的7号敲响房门。片刻，里面传来沉闷的男声：哪位？处长让我带走周有权。7号语气沉稳：怎么这时候来带人？门内的男人满是狐疑。大门打开，守卫带着怀疑打量7号，问道：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有手令吗？有。7号说着，手伸入怀中，不紧不慢掏出一张纸递过去。男人刚接过，还没看清内容，7号手腕一抖，匕首入手，抬手甩出，瞬间没入男人心窝。男人瞳孔骤缩，来不及呼救，就倒在了7号身上。7号面无表情放下尸体，衣服上的血迹让他不悦皱眉，随即阔步进门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房间里，另一名守卫躺在躺椅上摇着扇子，听到脚步声没抬头，懒洋洋问：老三，谁来了？7号仿佛没听见，步伐沉稳地走向他。男人没得到回应，懒洋洋转头，见7号近在咫尺，惊得从椅子上弹起，一边摸枪一边怒喝：你是谁？7号眼神一狠，手起刀落，利刃瞬间划破对方喉咙。男人瞪大的眼睛还没闭上，就倒回躺椅，彻底没了气息。外屋的动静惊动里间，2名西装革履的军统特工拎枪冲出来，刚抬枪对准背对他们的7号，手指要扣扳机时，7号一个利落飞身躲开子弹，同时连开2枪，子弹精准射入2人眉心。哗啦，伴着倒地声，里间传来桌椅倒地的声响。7号皱眉，拎枪进入，扫视一圈，房内空无一人，窗户开着，窗下倒地的椅子显然是有人从窗口逃走的痕迹。7号警惕地到窗边打量，转身冷冷道：出来。屋内毫无回应，只有穿窗的风掀起床幔。还不出来？7号的声音冷得像寒冬。床下的周有权瑟缩着撞到床板，心里还存着侥幸，觉得7号在炸他。7号眯眼盯着床板微动的位置，手枪微微下移，扣动扳机。子弹穿透羽绒被，射在周有权脚边，吓得他跌坐在地，挪动时撞得床板乱晃，羽绒漫天飞舞。周有权被吓得尿了裤子，瘫在床下。再不出来，就死在床下吧。7号淡定看着大床，神情像地狱判官。我出来，别开枪。满身灰尘的周有权慌张爬出，恐惧地看着7号哀求：别杀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哀求没让7号动容，枪口已对准周有权的头。周有权，7号确认道：我不是周有权。周有权慌忙摇头，颤抖着说：我是日本人，叫山口道义。7号从怀中掏出照片，见上面的人与周有权一模一样，便将照片扔过去。周有权看到照片，惊恐睁大眼睛时，7号扣动扳机，子弹正中其眉心，照片飘落在尸体上。周有权到死都没想到，自己假装跳窗逃生，却因窗框灰尘无擦痕被7号识破。7号看了眼身上的血迹，皱眉脱掉衣服扔在地上，从容出门，戴上墨镜潇洒离去，像个绅士般淡然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圣玛丽医院解剖室灯火通明，却透着阴森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福尔马林的味道。军统行动队副队长沈队一脸阴沉，看着穿白大褂戴眼镜的陈法医摆弄尸体。陈法医将一颗弹头扔到托盘，摘下手套说：几名死者都是一击毙命，3人伤口由每支 0.45 口径01911手枪造成，周有权窗口有挫伤轮，弹孔周围皮肤有火药灼烧痕，是近距离开枪。2名被刺死者窗口多开，左窗角锐，右窗角钝，右窗角皮肤有齿状损伤，可确定凶手用的是背带小齿的单刃锐器，武器和下手习惯都符合传说中7号杀手的特征。你确定是7号所为？沈队狐疑。以我的专业水准，这些死者的被杀手法和之前疑似7号作案的案件一致。至于是不是他，
就是沈队长的事了。陈法医一笑，饶有兴致地说：“这下上海的有钱人该人心惶惶了，这是近半年被杀的第几名上流人士了？”沈队脸色阴沉，对陈法医的风凉话明显不悦，可见事情的严重性。难道是寻仇？沈队沉吟着说：“据我们调查，7号是最近活跃的神秘组织成员。周有权生前曾举报该组织暗害他父母，试图威胁他交出巨额财产。我们根据他提供的地址端了老窝，他们这么快又出来暗杀，根本没把警局放眼里。”沈队怒火中烧，这个组织的猖狂不仅让上流社会恐慌，更让政府头疼。沈队长，这是你们的内部机密，我一个医生没必要知道。陈法医脱下白大褂，似乎对沈队的话毫无兴趣，秘密知道太多可不是好事。沈队冷声道：“陈医生倒是懂得明哲保身。放心，我们很快会开记者招待会公布此事，安抚民众，不会让你因知情被灭口。”陈法医无所谓，耸耸肩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沈队没动，仍盯着尸体胸口的圆形胎记深思，显然还有疑问想让陈法医解答。陈法医见他不动，微微一笑，看向身后的尸体：“沈队长忙了一早上，没吃饭吧？要不要我切块肉回去给你夹菜？”沈队只觉反胃，恼怒地看着陈法医：“不麻烦陈医生了。”沈队黑着脸离开。笑眯眯的陈法医再次看向尸体，脸色却沉了下来。解剖室外，10几名记者焦灼等待，见沈队出来，一拥而上追问：“沈队长，这已不是第一起上层人士被杀案了，军方打算怎么办？”“沈队长，对方目的是什么？是劫富济贫吗？这些人家的钱财有没有损失？”“沈队长，公众有知情权，您能不能说说？”沈队摆手示意安静，才说：“各位，警方很快会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情况，在此之前我不便透露。”沈队的手下拦住记者，护卫他离开，大部分记者追上去，只有2人没动。男摄影师看向女记者，不解地问：“小月，你不去采访沈队长？”“赵伟，你傻呀？沈队都说了不会说，肯定不会说。你以为是哪家姑娘跟你玩欲擒故纵，追着问就会说？”林小月说着看向解剖室紧闭的门：“看来我们白来了。”赵伟放下相机，笑着对林小月说：“小月，要不我们开小差？这时候去吃西餐看电影，时间正好。”林小月仿佛没听见赵伟的话，一副焦急等待的模样。“小月，你干嘛呢？”赵伟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只看到紧闭的门，狐疑地问：“你这模样怎么像在等情郎？”赵伟眼睛一亮，仿佛想通了什么，随即问：“你上次说有喜欢的人，不会就在里边工作吧？”“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有喜欢的人了？”林小月随口问。“就是上次我给你写情书的时候。”赵伟记得清楚。林小月一怔，转头对赵伟笑道：“是啊，他就在里边工作。他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，上海达官贵人都求着的神医。”“神医？”赵伟不解，伸手摸了摸林小月的额头：“小月，你没病吧？这里可是军方的解剖室，什么时候神医的工作是切块了？”第2章营地疑云。林小月打掉赵伟的手，不满地说：“人家陈医生去德国进修了4年法医，才被军方看中，负责这次验尸。”林小月狡黠一笑，得意地说：“陈医生肯定知道不少案子的事。你喜欢的人是陈医生？”赵伟惊叫，话音刚落，门被推开，陈法医走了出来。林小月吓得立刻捂住赵伟的嘴。陈法医听到声音看过来，林小月尴尬地笑问：“你刚刚没听到吧？”陈法医温和地看着林小月，反问：“你希望我听到还是没听到呢？”赵伟被捂住的嘴发出嗯嗯声，林小月怕他多嘴，死死捂着不让他挣脱。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林小月有些慌乱。陈法医对他绅士一笑，温和得像阳光。他还在愣神，他已迈步离开。赵伟正脱手，喘着气问：“不采访了？”林小月这才反应过来，去追陈法医。“陈医生，我是申报记者林小月，请问周有权和保护他的人都是被传说中的7号杀死的吗？”林小月。陈法医仔细咀嚼着这个名字，温和笑道：“我拜读过你的几篇文章，
很佩服你这种新时代女性为新闻自由不畏强权的精神。真的吗？林小月开心地问，那陈医生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？陈法医微顿脚步，淡笑道，我有个坏毛病，饿的时候大脑糖分不足，无法思考，所以暂时没法回答，得先解决吃饭问题。说完，陈法医快步走向路边的黄包车。赵伟放下相机，撇嘴小声嘟囔，不肯说就直说，还绕这么大圈子。林小月瞪了发牢骚的赵伟一眼，继续追上去，陈医生，我请你吃饭吧。我没有让女人请吃饭的习惯。陈法医在黄包车旁停下，坐了上去。既然这样，陈医生可以请我吃饭呀。林小月不死心，这倒是个好建议。陈法医煞有其事的点头，吩咐车夫茉莉咖啡馆。林小月抢过赵伟手里的相机，上了另一辆黄包车，急切地吩咐跟上前边那辆车。那我呢？赵伟急问。你先回去。林小月随口回了句，视线紧盯着前边陈法医的车，一副采访不到不罢休的样子。装修雅致的茉莉咖啡馆内，轻缓音乐流淌，咖啡香气弥漫。最里面的角落，林小月如愿和陈法医坐在一桌。他搅拌着咖啡，看着优雅吃牛排的陈法医问，陈医生，周有权为什么死在那幢小楼里，而不是自己家？陈法医优雅地切下牛排，插起一块说，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，你该采访沈队长。说完，他将牛排放入口中慢慢咀嚼，道，林小姐，这牛排不错，你真不来一块？不用了。林小月随口拒绝，又急问，那里是什么地方？我听说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别人，都是些什么人？你不知道也没关系，讲讲他们被杀的手法也行。陈法医眼角余光不经意扫了眼周围，才落在林小月期盼的脸上。林小姐，我可不想切牛排时被你的话勾起解剖时的回忆，把盘子里的肉当成周有权的。林小月看了眼带血丝的牛肉，微微作呕，尴尬地道，不好意思，你请。他强忍着焦急，别过视线看向窗外等待。窗外，一个中等身材、留小胡子的中年男人拎着公事包走过。林小月仔细看了看，小声嘟囔，这人好眼熟，在哪见过？思索间，中年男人走进咖啡厅，在他们斜对面落座。服务生端来清水，礼节周全地为他点餐。陈法医放下刀叉，擦了擦嘴说，我吃好了，林小姐慢慢坐。林小月急切地道，陈医生，你还没接受我的采访。我原本也没答应今天接受采访，如果林小姐想知道来龙去脉，几天后警方开记者招待会，你就知道了。陈法医起身离开，林小月不甘心地追上去，陈医生，请再回答我几个问题。陈法医经过中年男人身边时，忽然停下，惊喜地道，古队长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就餐。林小月仿佛嗅到新闻的味道，压低声音问，他是谁？警察局侦缉大队队长古训。陈法医故作神秘，在他耳边轻声道，你不是想采访吗？找他正好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只是古训的掩护，他真实身份是军统行动队队长。古训放下水杯，看了眼陈法医和林小月，皱眉道，陈医生，没想到这么早在这里看到你，解剖工作结束了？新尸体，老手法，检验起来不繁琐。陈法医谦逊道。古训又看了看林小月，问道，这位是陈医生的女伴？正好，我给古队长介绍，这位是申报的林小月记者，想采访关于7号的事。陈法医看向林小月，这位古队长对7号的事可比我清楚，绝对是你难得遇见的人。陈法医余光瞥见服务生端着咖啡靠近，忽然轻声在林小月耳边道，我要是林小姐，就立刻拍照采访古队长。他直起身看向古训，古队长，医院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古训心里不快，自己军统身份不便暴露，还有其他事，不适合接受采访。林小月却很激动，拿起相机对着古训拍照，急切地问，请问古队长，这次的案子是7号所为吗？闪光灯亮起时，端咖啡的服务生正好走过。闪光灯熄灭时，陈法医已与服务生擦身而过，淡然离开。古训狠狠瞪了眼离开的陈法医，不满地道，不要照了，这是休息时间，我不接受任何采访，
你马上离开，别耽误我休息。”林小月放下相机，不惧强权地说：“古队长，民众有知情权。”古训怒喝道：“服务生，马上请这位小姐离开！”服务生放下咖啡，端起古训喝过的水杯放在托盘，为难地对林小月说：“小姐，还请不要打扰客人就餐。”林小月讨了个没趣，不想让服务生为难，只能离开。古训看着他离开，不爽地呼出一口气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从公文包拿出一份报纸放在桌角，用咖啡杯压住。林小月走出咖啡厅，不甘心就这么放弃，他灵机一动，躲起来继续监视。视线中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穿着西装，戴毡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出现在咖啡厅门口。他抬头看了眼牌匾，左右确认没人跟踪，才走进来。出入这里的男人多是这个打扮，林小月没多想。他没料到自己一直想找的7号，刚在他眼皮子底下走进咖啡厅。7号进门后，没急着落座，视线快速扫视，最后落在古训桌角用咖啡杯压着的报纸上。而古训趴在桌上一动不动，像睡着了。7号警觉起来，打量四周无异常，才走向古训。他在桌边停下，古训仍没动。7号起疑，伸手去摸他的颈动脉，惊讶地发现没有波动，古训死了。7号眉头微皱，俯身去拿椅上的公事包时，在咖啡味中闻到淡淡的杏仁味，是氰化物中毒。满是咖啡香掩盖了这味道，常人难以察觉，但7号经特殊训练，嗅觉远超常人。7号知道此地不宜久留，拿起公事包快步向外走。躲在一旁的林小月看到7号快步出门，疑惑地嘟囔：“这人刚进去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”他视线落在7号手上的公事包上，一惊，不对，他进门时明明没拿包。不管了，先拍下来。林小月拿起相机，快速拍下7号的身影。但7号帽檐太低，根本拍不到脸，只能拍到大致身形。第3章神秘营地。7号察觉到暗处有人注视，微侧头想寻找踪迹。就在这时，林小月勉强看到他的鼻子。他激动地举起相机，严阵以待想抓拍全貌时，茉莉咖啡厅里忽然乱了。服务生发现古训死了。7号不愿多留，再次低头快步离开。林小月恼火，就差一点拍到全貌，全然没意识到刚才的生死危机。若是拍到他的样貌，恐怕没命拿照片回报社了。他顾不上去追7号，端着相机快步走进咖啡厅。此时古训已被翻过来，仰面躺在椅子上，全无生命迹象。林小月惊讶地张嘴，不久前还厉声呵斥他的人就这么死了？谁下的手？他扫视四周，发现古训的公事包不见了。难道是刚刚那个人杀了他？一番惊慌后，经理才想起报警，连忙道：“我去报警。”经理走向电话机，林小月反应过来，端起相机对着古训的尸体按下快门。刚收到古训被杀消息的军统秘密联络点气氛凝重，上海站站长张站长笔直站在办公桌前，拿着电话，一脸严肃。即便隔着电话线，也能感受到他汇报时的尊敬。古训刚在茉莉咖啡馆被杀，我怀疑是杀手组织的余孽所为，我一定会追查，将这个组织彻底剿灭，请放心，老板。张站长放下与戴笠的电话，对外喊道：“让沈队进来。”沈队快步进入办公室，立正道：“局座，从现在起，你升任行动队队长，迅速抓捕杀死古训的凶手。”众目睽睽之下杀人，居然没人发现凶手，这简直是挑衅。张站长万分恼怒。沈队大声应道：“是，局座。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？”张站长问。我怀疑还是与之前剿灭的神秘组织营地有关。沈队分析说，一定要盯紧那个营地，只要有可疑人员就给我抓回来。张站长严肃命令。沈队挺直身体，郑重领命：“局座放心。”张站长摆手让沈队离开，看向面前的地图，面色越发凝重。每次这个神秘营地的人作案，留下的线索都少得可怜，更别提目击证人。他们只能靠现场勘查和陈法医的尸检做简单判断。没想到申报总编室里因案件线索炸开了锅。
林小月带回来重大新闻。总编桌上放着古训死相的照片和7号拎公事包离开的照片。虽没拍到7号的脸，但新闻素材足够了。原本还在训赵伟没带回新闻，弄丢相机和林小月的总编看到照片喜笑颜开。小月啊，你真是申报的功臣。总编夸着林小月，还不忘瞪赵伟一眼，多学学小月这种对新闻锲而不舍的精神。林小月尴尬笑笑道，总编，我想好了标题，就叫《消失的公事包》。好标题，就这么办。你抓紧写稿子，保证你明天轰动全城。总编连忙道。林小月和赵伟应声出了办公室，赵伟把林小月拉到一旁。那个凶手有没有看到你？赵伟问。应该没有吧。林小月懵懂地看着他。怎么了？赵伟比了个杀的手势，冷冷地说，他会杀你灭口的。林小月无所谓耸耸肩，我要是怕死就不做记者了。赵伟无奈，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你还不知道世道险恶，就算那个男人是7号，我一样敢对着他举相机。没听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？不和你说了，我去写稿子了。林小月绕过赵伟离开。7号是孤儿，没有名字，记事起就住在4周缠电网的木栅栏营地里，每天接受魔鬼般的杀手训练，和一起长大的孩子互相杀戮。10几年下来，同批进营地的300多个孩子只剩10个，7号也成了几乎没感情的冷血杀手。世上唯一让他挂念的是一起长大的8号，那个在他受伤时帮他包扎，挨饿时偷偷省下食物给他的女孩。营地是个谜，没有名字，位置也是秘密。受训10几年，他从没走出过营地。就算成为杀手执行任务，每次进出都被戴头套，送到任务城市。回营地时，要找到事先安排的接头人，对方要么指派新任务，要么带头套派人送他回去。这次他的接头人是古训，可古训被杀了。7号最终在古训的公事包里发现一张地图，几十公里外有个圈。他不知道这是否与营地有关，总要顺着线索找找看。地图所在位置是一片残垣断壁，外围木栅栏倒了很多，里面建筑大多烧毁，地上满是发黑的血迹和弹壳，彻底成了废墟。7号站在大门口，看着熟悉的营地，冰冷的目光中充满不可置信。营地里有数十名强大的教官，训练出的杀手也不少，这些人呢，都被杀了。8号是生是死？一连串疑问涌上心头，一时间一切都成了谜，包括他自己，他是谁？以后要去哪？他像个风筝，之前一直被人握着线，如今线断了。7号走进营地，仔细盘查痕迹，四周的血迹和弹壳证明发生过激烈交火。奇怪的是，一具尸体都没有。他来到倒塌的餐厅前，情绪忽然激动，奋力搬开残骸上的碎石，锋利的石头划破手，鲜血淋漓。他却像没感觉，将碎石扫开，显得狼狈又激动。直到清理出正门旁的窗台，他才停下。7号看着大部分破损的窗户，抹掉窗下沿的灰尘，完整的下沿让他疑惑。当初生死对决时，他和对手在餐厅用匕首决斗，清楚记得自己在这窗户上留下一道深痕，可现在毫无痕迹，仿佛记忆出了问题。难道这些年的经历只是黄粱一梦？情绪激动的7号没发现，营地对面的山上，2名军统特务正通过望远镜盯着他。瘦高特务分析，看他样子对这里很熟，应该是营地的余孽。矮壮特务想汇报上级，确保抓住他，道：你盯着他，我去通知头。等一下。矮壮特务刚要走，被瘦高特务拉住，我们直接拿下他，可是大功一件。要是头来了，我们舍命抓人，功劳也跟我们没关系。矮壮特务想了想，咬牙道：你说的对。2人相视点头，从山上迅速而下。7号走出营地，停下回望，明明一切一样，却又不是真的，为什么？他满脑子疑惑，却能肯定这里不是自己长大的地方。如果是假的，为什么建得一模一样？是谁围剿了这里？地上的血迹是谁的？他知道，解开这些谜团就能追溯到真相。他转身刚要离开，
被从山上下来的2名特务拦住，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对着他。7号淡定地看着2人，平静地问：有事吗？2个特务见他如此淡定，慌乱对视一眼，给自己壮胆。瘦高特务晃了晃枪口，冷冷地道：跟我们走一趟。7号没动，反问：去哪？你废话真多。矮壮特务激动起来：到了你就知道。我要是不去。7号轻蔑地看了2人一眼，打算离开。去不去可由不得你，要么老实跟我们走，要么我们带你的尸体回去。瘦高特务把枪口抵在他头上。7号停下脚步，面无表情地看着2人。瘦高特务给同伴使眼色，矮壮特务绕到7号身后，大力推了他一把，厉声道：快走。7号被推得踉跄，侧头看向矮壮特务时，眼中已泛起杀意。矮壮特务被他凌厉的眼神盯得一哆嗦。瘦高特务怕同伴退缩，呵斥7号：看什么看？老实点，敢乱动我毙了你。7号没说话，也没动。瘦高特务满意他的表现，以为他怕了，对同伴道：将他绑了。矮壮特务收起枪，拉过7号的手到身后，摸出绳子准备捆绑。第4章劫杀。瘦高特务面露笑容，正想着凭抓7号的功劳能不能升职时，7号猛地挣开双手，闪身来到他身侧，抓住他持枪的手，对着矮壮特务扣动扳机。瘦高特务惊得张嘴，被抓住的手奋力想挣脱，但7号的手如钳子般，他不仅没挣脱，反被扭过手，枪对准了自己胸口。7号毫不迟疑，再次扣动扳机。瘦高特务脸上刚浮现惊恐，胸口就溅起血花。7号松开手，特务倒下时血花飞溅，却没一滴落在他身上。他没看一眼倒下的2人，冷漠离开。阴暗潮湿的地牢中，光线昏暗，寒意阵阵，惨叫声起伏，格外瘆人。这里是特高课的秘密监狱，一名男子遍体鳞伤，被绑在老虎凳上，正是那日茉莉咖啡厅为古训端咖啡的服务生。特务面目阴狠地看着毫无反抗能力的服务生，阴恻恻地问：嘴硬？不说是吧？不是我，真不是我下的毒。服务生虚弱的辩解已奄奄一息。特务抬起他的脚，将第4块砖头放在脚踝下。他的腿被绷至太高，关节和韧带传来剧痛，却因被绑得太紧动弹不得，只能忍受痛苦。比起他的痛苦，一旁留2撇小胡子，身材矮小，穿着体面，悠然抽烟的中年男人，与监狱里的一切形成鲜明反差。他是特高课机关长，日本老牌特务南造次郎。他不急不缓吐出烟雾，问道：不是你下的毒，那你觉得谁最可疑？服务生疼得满头汗，眼神惊恐，好像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。那天很多人接触过古队长的食物，我真确定不了是谁。服务生哭丧着脸，看到南造次郎阴冷的面孔，补充道：不过那天有个记者一直缠着古队长，古队长还训斥了他，会不会是他怀恨在心？服务生为洗脱嫌疑，把林小月拉下水。南造次郎眼神一狠，将烟头摁在服务生赤裸的胸口，伴随着惨叫声，恶狠狠地道：很好，再仔细想想，那天发生的事，你要是忘记一件，也别想活命。这时特务加藤吉拿着一张纸快步走进来。报告，大本营参谋部急电。南造次郎命令，念。加藤吉举起纸念道：陆云泽明日乘火车抵沪，不惜一切代价铲除。南造次郎眯起眼睛，吩咐：你带人去执行任务。是。加藤吉领命，刚要离开，又听南造次郎吩咐，想办法把那天接触过古训的记者给我带回来。可是机关长，如果让人知道我们抓了记者，恐怕会引起骚乱。加藤吉担忧道。八嘎！南造次郎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我让你去你就去，若是让人知道是我们日本人抓的，只能说明你无能。是。加藤吉站直身体，领命离开。南造次郎转身看向老虎凳上的服务生，狠狠地道：再给我加1块砖头。人只有在疼的时候，才没心思想办法说谎。他缓缓勾起唇角，笑容狰狞，
透着折磨人的愉悦。沪宁车站前人流不息，报童高喊卖报卖报，神秘杀手咖啡馆内杀人于无形。火车冒着热气缓慢进站，站台上接站的人群簇拥着，其中一个男人戴毡帽，穿呢子大衣，高举写有陆云泽的牌子。火车停稳，乘客陆续下车。身材高大的陆云泽穿着体面，拎着皮箱稳步走下。他视线扫过人群，定格在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上。正要走过去，突然发现接站人附近有3个人行为诡异，四处张望，像在找人。陆云泽警惕地收住脚步，这几人绝不是军统的，敏锐度也不一般，他怀疑是日本特高科的特务。他想悄没声息混入人群，却被暗处指挥的加藤吉发现。加藤吉给手下打暗号，3人散开准备包抄。加藤吉抽出枪藏在衣服下，严阵以待。陆云泽眉头微皱，故作镇定，顺着人群走，眼角余光暗暗打量3人位置，知道自己正被包围。他抬手压了压帽檐，放弃靠近接站人，转身就走。加藤吉发现他有异动，快步追上去。陆云泽也加快脚步，专往人多的地方挤，用人流阻挡追兵视线，不给对方开枪机会。人群中，他快速脱掉大衣，摘掉帽子，随手递给一个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男人。送给你了。他随口说，脚下没停。得了便宜的路人虽觉莫名其妙，却喜不胜收，连忙穿上大衣戴上帽子。另一边，陆云泽从包里拿出眼镜戴上，光明正大地走出车站。车站外守卫的2名特务仔细打量每个出站的人，看到陆云泽时，他毫不慌张，和普通人一样平常。特务排除了他的可疑，将目光移向别处。这时加藤吉追出火车站，门口的特务立刻跑过去。人呢？加藤吉问。没看到可疑的人。加藤吉一巴掌扇在回话特务脸上，怒骂蠢货。嗨！特务低头不敢反抗。加藤吉恼怒地四处张望，一个穿着身高和陆云泽相似的男人吸引了他的视线。拦住他！加藤吉吩咐着，快步追上去。2名日本特务领命包抄，拦在男人面前。陆云泽，你还想去哪？加藤吉从后追来。被围住的小哥瑟缩转头，惶恐地说，我不是陆云泽，您认错人了。八嘎！加藤吉恼火地将他推倒在地。站内的另外3名特务也追了出来，扫视周围人群。忽然有人指着远处上黄包车的男子喊道，陆云泽在那呢。黄包车上的陆云泽听到叫声，扔给车夫一块大洋，去徐家汇。车夫得了大洋，立刻拉起车狂奔。陆云泽从车上探头回望，加藤吉等人已乘汽车追来。快，拐弯！他吩咐车夫。加藤吉的汽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，飞速追赶。车夫拉着车迅速拐弯，陆云泽跳下车跑进小路。汽车很快追上黄包车，加藤吉等人跳下，却发现车上没人。加藤吉一把拽住车夫脖领子，厉声问，车上的人呢？刚才下车了。车夫指向一旁的小路，朝那边去了。加藤吉用力推倒车夫，带特务追向小路。陆云泽没跑出小路，就看到特高科的汽车堵在路口，只能扭头再跑，没几步又看到加藤吉的身影，只能跑进右边岔路。加藤吉掏出枪对着他开火，子弹打在墙上，碎屑纷飞。陆云泽开枪还击，双方一边交火一边追逐。他一个人不是6名特高科成员的对手，打倒2人后，自己也中了2枪，跑到住宅区后已无力再逃。不过特高科的人因他顽强抵抗，杀了2人，放缓了追杀步伐，让他有机会躲进附近人家。7号从营地离开后，租了房子作为落脚点，继续调查营地位置和消失的8号。他倒了杯热茶，拿起今天的报纸，想找是否有刺杀新闻。如果还有人行动，他能从描述中看出是不是营地的杀手。他如愿看到了申报头版头条，但报纸上的照片赫然是他那天离开茉莉咖啡厅的身影。报道对他的怀疑写得有鼻子有眼，甚至怀疑他是神秘营地的杀手。7号看着编辑一栏的署名林小月，缓缓眯起危险的双眼。虽然没拍到脸，
但这是第一次有人捕捉到他的踪迹。他正隔空和素不相识的林小月较劲，院子里忽然传来咣当一声，大门被人大力推开。7号警觉地抽出手枪上膛，放在手边，把报纸压在上面，端起茶杯淡定喝了一口，假装没察觉。第5章被逼出手。房门很快被推开，一道人影摔了进来。7号冷冷地看着倒在地上胸口满是血迹的陆云泽。有日本人要杀我，千万别说我躲在这里。陆云泽说完，勉强爬起来躲进柜子。7号没答应，也没去抹地上的血迹，像雕像般一动不动。加藤吉等人提枪追到住宅区，街上已空无一人，连小孩都被带回家，以免被牵连。加藤吉一时找不到人，血迹也断了。这个弄堂有10来户人家，他的手下堵在另一边，杜绝了陆云泽从那边逃跑的可能，对方只能躲在这10来户人家中。加藤吉和手下向弄堂深处走去，仔细寻找血迹。陆云泽伤很重，即便用手捂，走了10几米后血还是没止住，再次流下来。加藤吉脸上露出笑容，跟着血迹来到中间一户人家。这家大门敞开，右边大门上有个血手印，足以证明陆云泽进了这里。加藤吉挥手示意2名特务跟自己进去，让一人守在外边，以免是陆云泽部下的一阵。3人小心进入房间，看到还在淡定倒茶的7号时，都是一愣。他们摸不准7号的来头和用意，但能看出他绝不是普通百姓。加藤吉看了眼地上未收拾的血迹，问道：“人呢？”7号倒茶的手顿了顿，放下茶壶，端起茶杯淡定喝着，没打算搭理。特务恼怒，刚要上前，加藤吉却注意到柜子沿上有一滴新鲜血液。他对着柜子摆头，2名手下靠近，猛地打开柜门。陆云泽中枪后剧烈跑动，导致大量失血，脑供血不足，眼睛都花了，否则也不会在院门上留下血手印都不自知。柜门打开，陆云泽从柜子中摔出来。加藤吉看到他，得意地笑了：“优西，把他们都杀了。今天的事绝不能传出去。”7号端着茶杯正要喝，听到要杀自己的命令，不慌不忙反手一甩，将滚烫的茶水泼向加藤吉，另一手抄起手枪，精准连开3枪。加藤吉的眼睛被泼进热茶，还没看清东西，子弹已钻进眉心。2名手下提枪欲射杀7号，还没射出子弹，就死在他枪下。7号拎着枪走向门口，探头查看外边，正好看到留守的特务探头往里面看，以为枪声是加藤吉干掉了陆云泽。7号反应很快，一把拽住特务脖领子，将他扯入院内，枪顶在他胸口，毫不迟疑连开2枪。特务身体一震，软软倒下。7号再次看向外边，弄堂内空无一人。几名追来的日本特务虽已被击毙，但7号知道这里待不下去了。有人死了，巡捕房很快会来调查。他回房间收拾东西，主要是清除能证明自己身份的痕迹，丝毫没理会陆云泽。别人的生死与他无关，若不是那几个日本人傻到想杀他，他绝不会动他们一根汗毛。陆云泽感觉生命在流逝，模糊的双眼看到7号走进来，虚弱地道：“谢谢你救了我。”7号脚步微顿，瞥了眼奄奄一息的他，没打算接话。陆云泽艰难地从里怀抽出一支钢笔，虚弱地道：“求你帮我将他送到我叔叔手中。公共租界的城记粮铺，我叔叔叫。”他的话没说完就咽了气，钢笔从手中滚落。7号没去捡钢笔，那与他无关。他是杀手，从没有同情这类情感。营地中有这种多余感情的人，都已被埋在地下。至于陆云泽为什么被杀，他也不好奇。这个年代被日本人追杀，不外乎是共产党、进步青年、国民党情报成员和抗日分子。陆云泽到底属于哪一种，他不想知道，反正人都死了，了解没意义。房间里的东西被收拾好，4具特高课成员的尸体也被扔在房内。7号把陆云泽的尸体也拽过去，扔在尸体堆上，一起倒上汽油。正要离开点火时，发现地上有张纸，应该是陆云泽拿钢笔时掉出来的。他捡起纸，刚要扔到尸体堆上和陆云泽一起烧掉，突然发现纸片上有青天白日旗和副站长几个字，伸到尸体堆上方的手没松开。
营地被摧毁了，还是被军统摧毁的。不止如此，军统还留人手抓捕残余分子，可见一切都和军统脱不了关系。而且自己的接头人就在军统中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军统和营地都有关系。至于是什么关系，他暂时不知道。但很明显，单枪匹马调查不如借助军统庞大的情报资源和机构，这样才能更快找到营地和8号。7号收回手，打开纸，是一张委任状，委任陆云泽为军统上海站副站长。他看了一眼陆云泽的尸体，身高、体型都和自己差不多。一个大胆的念头浮现，何不借用陆云泽的身份进入军统？这样不用独自调查，还能调用很多军统资源。7号捡起钢笔收入怀中，又看向陆云泽的尸体。既然你与我有用，我便不会欠你的。他把陆云泽的尸体放进麻袋，扔在板车上，弄脏自己的脸，推起车离开。房间内，一根点燃的香烟放在床边探出的窄木条上，随着燃烧，平衡被打破，烟头掉落在地，瞬间引燃汽油，熊熊烈焰蹿起，顷刻间吞没几具日本人的尸体。7号推着板车还没离开弄堂，巡捕就出现在弄堂口，持枪拦住去路。他表面没异样，内心有些紧张，不认为谁会认出自己，只是板车麻袋里有尸体，别说对方检查，只要时间拖长，血就会渗透麻袋，巡捕发现会引起骚乱。长官，有什么事？7号低着头，装出惶恐的样子。巡捕房探长欧阳乾问道：你有没有听到枪声？看到可疑的人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7号故作惶恐，我听到很多声枪响，吓得躲了好久，直到安静了才赶出来。欧阳乾打量了下他，又看向板车，问道：你车上拉的是什么？7号正要回话，巡捕看到他的房子着火，浓烟滚滚直冲云霄，惊呼：探长，那里着火了！走，去看看。欧阳乾顾不上盘问，带着手下快步走向7号的房子。7号压低头，推着板车缓步离开。圣玛丽医院，欧阳乾匆匆走进陈法医的办公室。陈法医正低头看着林小月的报道，看来昨天没白和他一起进餐，今天他就放出猛料，很好地引走了调查焦点。只是照片上拿走公事包的人，他也很好奇。开门声打断思绪，他抬头看去，欧阳乾因参与救火，脸被炭灰涂成大花脸，衣服更是脏污，看起来格外狼狈。陈法医看到这样的欧阳乾，愣了愣问：欧阳探长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？欧阳乾被大火烤了很久，又一路赶来，正渴着，看到桌上有水，不客气地端起喝光，喘着气说：送过来6具尸体。6具尸体都是些什么人？陈法医清楚，能送到他这里验尸的，要么身份不一般，要么牵扯不一般的案件。这6人用的武器都是勃朗宁，4个稍得看不出模样的是特高科的人，另外2具身上有证件，也是特高科的。现在的局势你也知道，日本人不好惹，要是找不出是谁杀了他们，我担心日本人会借机挑起事端。欧阳乾面色凝重：你先不用担心，日本人多是干背地里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也许他们不敢声张呢。陈法医劝道。欧阳乾认同点头：我想请你帮忙看看，能不能从伤势上发现些线索，利于我破案。行，我马上有个手术要做，做完就去看看。陈法医痛快答应。一名小护士敲门走进来，背着手道：陈医生，有个病人急症，需要您看一下。欧阳乾对小护士笑笑，逗弄道：数日未见，小玉姑娘越长越俊了。温小玉被说得脸红低头，陈法医见状连忙道：她面皮薄，你就别拿她玩笑了。得了，老弟都怜香惜玉了，我就不在这惹人厌了。今儿送来的几位爷拜托老弟了，我先去调查，晚上再来找你。欧阳乾见陈法医有正事，起身离开。第6章混入军统。陈法医送欧阳乾离开，温小玉从身后拿出饭盒递给他：陈大哥，快吃吧，一会儿就凉了。陈法医愣了下才反应过来，你这丫头原来是故意支走欧阳乾的。陈大哥日夜操劳，胃本就不好，要是不支走他，指不定在这做到几时。温小玉打开饭盒：快吃吧，
陈法医走到桌后，拿起筷子吃了一口，感叹还是小玉做的饭菜最可口。温小玉脸红了，看着他的眼神透着情意。对了，小玉，今儿又送来6具尸体，晚上我不能回家了，你一个人早点回去。陈法医一边吃饭一边说。温小玉担忧地看着他这会儿还在一边吃饭一边翻看病历。特高课秘密据点，南造次郎在屋里疾步打转，满腔愤怒无处发泄。特一课课长藤原直树恭敬地候在一旁，大气不敢喘。最后南造次郎骂道：加藤吉那个废物，不但没杀了陆云泽，还丢了自己的命，简直是蠢猪，丢我们日本人的脸。藤原直树面无表情听着他发泄，等待吩咐。你马上给我找到陆云泽的下落，杀了他。藤原直树双腿并拢，后脚跟一磕，大声回答：请机关长放心，我一定会杀死陆云泽，这次绝不能再失手。南造次郎警告。是。藤原直树领命。这时机要秘书佐佐木灵奈走进来，报告前方调查人员已经返回。南造次郎冷着脸道，说根据现场调查，陆云泽和我方人员交火，被打伤后逃走，加藤吉追击后被另一人所杀。佐佐木灵奈如实禀报。查到那个人是谁了吗？南造次郎问。另一人是前几天租住的房子，身份不详，但他枪法精准，显然不是弄堂里的普通中国人。佐佐木灵奈回。陆云泽受伤了，肯定得去治伤，调查所有租界的医院和诊所，侦听军统和国军的电报，一定要找出他的下落，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。南造次郎咬牙吩咐。机关长，陆云泽是军统的副站长，这会儿让他逃了，只怕已经与军统的人接上了头，而且我们没有他的照片，已经错过消灭他的最佳时机。佐佐木灵奈提醒。八嘎，这是大本营参谋部的意思，你不要多嘴。南造次郎怒道。嗨。佐佐木灵奈低头不敢再说话。7号将陆云泽的尸体安葬，第2天去了军统的联络点。幸亏之前的接头人是军统的，否则还真难找到。军统的联络点是一栋2层小楼，毫不起眼，对外挂着通宝洋行的牌子。7号刚走进小楼，就被门口的守卫拦住。你找谁？我找贺站长。7号淡定回。这里是通宝洋行，没有贺站长，你找错地方了。守卫语气不耐烦，眼神却在暗中打量他。我是陆云泽，来这里上任。7号从怀中掏出委任状递过去，还需要请示贺站长吗？守卫一愣，接过委任状仔细辨别，表情瞬间从不耐烦变为尊敬。不用了，长官请进，贺站长在等您呢。7号随着守卫来到2楼张站长的办公室。张站长正听手下汇报关于今天发现的6名日本特高课成员的尸体，他们还不知道原因，到底是谁杀的，青帮、共党还是其他爱国团体。张站长不喜欢事情脱离掌控，这让他很不舒服。他手边还放着申报的报纸，瞥了一眼不耐烦地道，还真是一天都不消停。守卫的声音自门外响起，局座，陆长官来了。张站长一愣，听说接站的人没接到陆云泽，还想着是不是出事了，这人就自己出现了。让他进来。张站长回道。是。守卫对7号点头哈腰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7号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大步走进办公室。贺站长。他将委任状放在张站长桌上。张站长打量他一眼，陆云泽他也是第一次见，拿起委任状确认是真的，才笑道：云泽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真是少年出英雄。听说你得过例行社情报人员培训班第1名，还得到过委员长和戴老板的嘉奖，我们上海站就需要你这种人才。局座谬赞，云泽愧不敢当。当得起，我可是等你好久了。张站长笑意隐隐，上面派你来当副站长，希望我们以后能通力合作，下属一定听从局座指示。7号姿态放得很低，国民党军队等级森严，官大一级压死人。还好营地之前为了让他们更好伪装，训练过乔装成各种人物。张站长满意的笑了，
他就担心陆云泽年轻气盛，还受委员长和戴老板嘉奖，会自以为是，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处处作对。现在看来，这个陆云泽知道进退，没翘尾巴。年轻人不浮躁，有前途。张站长一半欣赏一半客气地赞道：云泽初来乍到，还望局座提携。局座吩咐的事情，我一定竭尽所能。7号谦虚地说。张站长满意点头，好呀。如今是多事之秋，正好有几个案件需要人手。军统行动队队长古训刚被杀，案子还没破，上海又发生恶性案件，6名特高课成员被枪杀了。稍后我让沈队把案情资料交给你，你尽快查出是谁杀了他们。是。7号领命，心里迅速盘算，他只杀了6个人，另外2个是谁杀的？想来是陆云泽，因为他到自己家时已受重伤，可见之前与特高课交火过。对了，听去接站的人说车站发生骚乱，他没接到你，可是有事耽搁了。张站长似关心似打探地问。7号考虑是否说出特高课追杀过陆云泽，旋即否定。陆云泽只杀了2人，另外4个是他杀的，而且2人用的枪不同，弹头也不同，就算放火毁尸，弹头也不可能烧化。陆云泽进屋时已重伤，难保没人看到他受伤的样子，而自己身上没伤，不好解释为什么用2把枪杀了那些人。要是军统确定有另一个人在场，一旦查出当时被追杀的是陆云泽，自己的身份恐怕会暴露。没有，我下车时没看到接站的人，就直接离开去办了些私事。7号淡定回。张站长没察觉异样，便不再深究。你刚到，先熟悉下环境和人员，需要什么人手，可以在行动队随便挑2个小组。谢谢局座。7号离开办公室，暗自松了口气。来之前做好了被识破就火拼的打算，看来没人知道陆云泽的样子，暂时安全。他转身看向张站长的办公室门，从此以后他有了名字，陆云泽。陆云泽到达行动队时，沈队已在办公室门口等候。沈队看到他过来，立刻上前：副座，我是行动队队长沈队，欢迎您来上海站。晚上我安排了晚宴，兄弟们给您接风。陆云泽点点头：沈队，我新官上任，诸事不熟，还需要你的支持。吃饭不急，有些事我想先了解一下。副座吩咐便是。沈队请他进门，2人落了座。先说一下古队长和6名死者的事情，2件事有没有必然联系？目前还没查出古队长的死与6名死者有必然联系。沈队汇报着现有情报。陆云泽皱起眉头：几具尸体的检查工作做完了吗？尸体由巡捕房送到圣玛丽医院，尸检是上海最著名的法医陈法医做的。我们的人没过去，巡捕房那边也没消息，还不知道是否结束。尸检你跟进一下，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把前一阵剿灭神秘组织营地的档案给我一份。沈队有些疑惑：副座，神秘营地的档案都在局座手中，我只负责执行。营地已经被剿灭，您还需要查什么？难道怀疑杀死特高课的人是营地的杀手？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，对任何线索和推理都要小心求证。副座说的是。沈队迎合道。